今天要看的不是导航好不好用，而是他们到底把多少资料往外送。主角是4个 App： 高德地图、Google Maps、Apple Maps， 还有台湾的导航王。先讲结论，4个都会处理定位资料，但上传频率、栏位广度和识别子设计差很多。如果只问谁最积极上传，高德地图在公开实测里最突出。如果问谁最像离线导航工具，导航王最保守。Apple 的优势不是完全不送资料，而是识别子轮替、本地处理和端对端加密讲得最清楚。这支影片用3层证据、官方文件、媒体抓包、学术逆向，所以我们不会把推测讲成事实，只看公开资料能支持到哪里。比较会看5件事：上传频率、传输栏位、封包格式、持久识别子，还有资料是在本地处理还是送云端。导航 App 都需要 GPS、速度、方向和路线资料，真正的差别不是有没有定位，而是送得多细，送得多频繁。先看频率，报道者实测指出，高德地图平均约每3秒上传一次高精度 GPS。Google Maps 则是情境差异很大，公开资料里同时有秒级、偏航25秒、正常导航数分钟级的证据。Apple 公开说法是移动中会定期传送位置与速度，但没有公开周期。导航王则因为离线导航优先，纯导航情境下几乎不需要持续上传位置。报道者的实测是这支影片最重要的抓包来源之一，因为他用同场域比较3款 App。高德的问题不只是 GPS， 官方政策与实测描述都显示，它会处理 Wi-Fi、蓝牙与多种感测器资料。公开描述中还提到，高德会把部分内容做 App 内层加密，例如 XXTEA 在 base64。更敏感的是 CAD， 报道指出它可以在同一装置上跨重装维持，风险就不只是导航，而是长期关联。所以高德的结论不是以证明恶意，而是资料最小化不足，频率高，识别性强。Google Maps 的情况比较复杂，官方承认导航中会处理 GPS 实际路线与感测器资料，但 Google 也说，导航资料会和账号切开，绑到会定期重设的安全识别子。ATH 的 WISAC 论文则从封包层看到 XGA Header 里面是 base64 包装的 Protobuf， 所以 Google 的风险不是单点很高，而是资料管线很多，情境差异很大。Google 官方业能证明的是，导航资料确实会被拿来改善 Maps， 并且有启停条件与识别子说明。Apple Maps 不是不上传资料，官方业直接列出请求时间、装置型号、位置、可见地图范围与互动行为。导航请求还会送起点、目的地、交通方式，以及只在该趟导航存在的随机识别子。Apple 比较完整的说明 Pinned Locations、Recents、Visited Places 等同步资料使用端对端加密，很多个人化功能也尽量在装置端建立，这是它和高德、Google 最不一样的地方。Apple 的来源页价值在于，它把哪些资料上传，哪些留在装置端，哪些用轮替识别子，写得相对完整。导航王则比较像传统导航机逻辑，图资先下载，导航本体可离线。它当然不是完全不碰位置，因为 GPS、测速提醒、即时路况都可能需要位置，但公开实测和官方说法一致，主要联网点在路线规划、即时路况、图资更新或评论等附加功能。导航王的 App Store 页与官方描述都强调离线导航，这让它在纯导航上传量上相对保守。如果把4个 App 放进矩阵，高德是高频、高栏位、高识别风险 ，Google 是中高栏位、场景依赖 ，Apple 是栏位不少，但识别子与本的处理做得比较有制度。导航王则是上传面最小，但公开封包技术文件也最少。如果从隐私工程排序，我会拆成2个答案：纯看少上传，导航王最保守；看整体隐私架构。Apple 最完整 ，Google 介于中间，高德则在公开证据里风险最高。所以不要只问有没有用定位，现代导航都会用。真正该问的是多久传一次，传哪些栏位，能不能和同一个人长期绑在一起。如果是一般用户，少开背景定位，关掉非必要个人化，是最实际的做法。如果是公务或敏感场域，高德这类高频上传又有持久识别子的 App， 就应该列为高风险。这支影片的结论很简单，导航需要资料，但不代表所有上传都一样合理，差别就在频率、力度、识别子
以及服务商愿不愿意把更多处理留在你的手机上。